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，一会儿他来了，麻烦你给他。你这是要离开？不是啊，我手机屏碎了，我去换个屏。别掺和。什么别掺和啊？你见过季玉了吗？谁是季玉啊？季玉是谁你都不知道？罗琦的前夫，罗宾的前姐夫啊，就是那渣男啊！创业失败能叫渣男吗？嘿，这是什么奖杯啊？他们俩是留学时的校友，蝉联过好几届学校网球双打冠军。罗琦和季玉是闪婚，罗宾是他们的伴郎。婚礼上，罗宾既代表新娘致辞，又代表新郎致辞。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啊？罗琦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没有细说，我也就没有细问。是不是？不是。没有人出轨，也没有小三。那是为什么？如果你见过季玉，你就知道了。老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的助理，我没兴趣知道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啊，我要是你啊，任小年要跟我说要把黛西炒了，我也跟他翻脸。你别总以为我对你有意见，对吧？其实都是因为任小年对我有意见，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嗯？丽娜不在她的位置上。丽娜很少不在自己的座位上。你应该到律所去转一圈，看看还有谁不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，我要解释。那就快点。你赶时间吗？我在赶你。你昨天见到罗琦了吗？他是怎么说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对你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意见，我唯一有意见的就是你对人的态度，你太目中无人了。好，我一定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现在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要打。哦，那你打电话啊，时间归你选啊，咱俩好好谈谈。请问你又有什么指示？我就是想看一下，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重要的电话要打。正在打。我就说一句啊，我刚才呢检讨了一下我自己，我发现你我之间，我的确也是有责任。所以从今以后，如果你发现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也会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没有眼力劲儿。请看，我有200多条语音没时间听。我帮你听啊，走开！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千万不要告诉罗宾。好。大白天的锁什么门？哪条法律规定白天不能关门啊？罗律正四处找你呢。哦，好好好。把门开着。哎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刚才的确想把这门关上，我想跟你说点关起门来说的话。什么话？算了，还是开着吧。明人不说暗话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说呀！你刚才跟黛西说什么了？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我必须跟你说，有人说黛西和罗宾关系不一般。好，当我什么也没说。哎，我今天早上碰见罗宾了，但是我发现他气色不太好，好
好像挺懊恼的样子。那是因为他一大早上就碰见你了。丽娜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人跟我说什么。那就是说了。您这是猜测。不，我原本做好了一上班就听到了你辞职的喜讯。我不辞。我现在出去一趟，我桌上有一份150页的合同，你来负责校对，并且出具律师意见。您去哪儿啊？你问多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去和罗琦姐好好聊聊。打住！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，罗琦还真想不出这么狠的招。是你姐把你前姐夫描绘成了一个渣男。那你就信了？嗯？所以给他出这么损的招？我错了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到底为什么不让孩子见父亲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你就乱给人出主意。我这是凭常识。如果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见父亲，一定有她的道理。那你要问，让他说出那个道理，然后判断那个道理是不是符合法律。怕戳到他痛处。这不是理由。倒是你，我觉得你才应该问，因为你们才是家人。那150页合同，希望我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。我刚才找你有事儿啊，但是我给忘了。罗宾哪儿去了？他不在。他干嘛去了？你找他干嘛？我得跟他约一下时间。你需要多长时间？那得看我们俩谈的怎么样。他最近日程很满。可是他跟我说让约时间，我们俩好好谈谈。有的时候呢，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想找时间跟你好好谈谈，意思呢就是说他当时不想跟你浪费那个时间。哦不，如果我说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，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。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时间好好约一下。丽娜姐，罗宾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拿一下合同。你自己去吧。确定时间。我给你约明天的时间。今天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不知道他回不回来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是丽娜，你怎么会知道他那他今天没有时间。我拿好了。何赛老师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啊？我没事啊。你有事儿？我没有。那你刚才叫我何赛老师？因为您是长辈，所以我叫您何赛老师啊。何赛老师再见。长辈儿。长辈。哼，谁是长辈？何老师，为什么叫我老师？因为您是我的前辈啊。前辈吗？那应该，师兄。对。以后叫我师兄。哎，何师兄。罗宾啊。封主任。哎。王大奎找不到他，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。他今天出庭。啊，助理呢？说是不接电话，也不回电话，怎么个情况啊？黛西他手机坏了，他现在正在修呢。罗琦姐，你为什么忽然就不让他来探望孩子了？是罗宾叫你来的？没有，罗宾他根本就不让我管这个事儿。你跟罗宾说啊，他那个兄弟啊，如果继续探望孩子的话，会对孩子不好。罗宾他打算让他这个兄弟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那我就会说我的前夫有严重的健康障碍，如果他在行使探望权的话，会影响到我孩子身心健康的。我会让法院终止他的探望权。罗琦姐，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你出的，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打起官司来的话，是要讲求证据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障碍，或者说他行使探望权怎么就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呢？他得过抑郁症。
那罗宾他会找来一达医生给他做报告，证明他已经康复了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严重的健康障碍。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。那法院他也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他的探望权的。小安的奶奶跟他说他爸爸会给他再找一个新的妈，比原来的妈妈还要好，问他喜不喜欢。老太太嘴巴一张，亲妈就没了。我女儿要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叫妈，将心比心这件事搁谁受得了？你受得了吗？罗律，那个您回律所吗？我搭上您。对不起，我不回律所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您的前姐夫谈谈他再婚的事儿。他确实有再婚的权利，但是我跟不跟谁谈什么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就是温馨提示啊。用不着。你能干好我交给你的事儿就不错了。喂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这儿很难找吗？黛西是叛变了呢，还是本来就是你派来的卧底？你想多了，现在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复杂。丽娜，是不是？肯定是丽娜说的，对不对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把小安藏起来，季玉快崩溃了。啊，你不要跟我提这个名字。好，你前夫现在每天给我发好几百条微信，他已经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哟，疯了，那就更不能见孩子了，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。我知道季玉找了个女朋友这事儿没告诉你，让你生气了。他找不着女朋友，他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好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？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爸又给他找了一个新妈，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两个妈之间做比较，这个理由充分吗？姐，你这理由我能理解，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，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它不成立。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夫要结婚了，或者说谈了一段新的恋爱，你就剥夺了他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探望权。你跟我谈法律是吧？啊，罗宾，那就跟我的律师谈吧。你不要闹了，行不行？我没有闹，就是因为我不闹，所以我要找律师。你们律师都是专业的，受过训练的，都非常冷静。我是冷静不了，所以我必须要找律师。你真的假的？你收一下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律师的名片，他叫麦飞，可能你也认识。我当然认识，他以前是我的助理。那我想请问你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找律师？你什么时候找的他？我的律师叮嘱我呀，只要我找了他，我就不能回答任何人的问题。我不是任何人，我不是任何人。你是律师，你是替我前夫来跟我交涉探望权的。姐，
我是你弟弟，我是你的亲人。当然，我也是基于很多年的朋友，所以你相信我，这种事情不需要找律师，你懂吗？别跟小韩说，否则我揍你啊！哎呀，有没有想舅舅？想了，怎么想的？睡觉都想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吧。小安妈妈好，小安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，让家长工作再忙也要多陪陪孩子。还有这个。谢谢，没事。谢谢舅舅。这是舅舅买给你自己的啊，千万不要给妈妈，最近妈妈不乖。来，先放里。好。你又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？看见就看见呗。哟，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？他看不见，他这会儿陪客户吃饭。罗宾找你啊？不接了，下班了。你干嘛不接呀？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。没事，你接吧。哎，罗律，我要见你。我下班了，我没在所里。那正好，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是这样，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，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，好吗？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？是因为罗琦吧？没错。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。我并没有躲，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，您给我约其他时间吧，谢谢。喂，季玉，我刚刚跟罗琦见了一面，我们见面说吧。好，那我去你家。好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吧。好的。好。这事儿啊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了？就是不想被人怀疑。不想被谁怀疑啊？罗宾啊？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，怀疑是啊，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。他知道咱俩认识啊。如果他真这么怀疑，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，他越描越黑。哎，要不然，我是想说了，要不然别在罗宾身上。为什么？你说话呀？为什么呀？啊？我是怕你为难，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。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？咱俩好好讲道理，那谁也不能急那种，行吗？你看啊，我过了司法考试，我有律师资格证，我再过上几年呢，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。我再熬上几年，等我有了名气，有了人脉，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。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。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，你能去律所上班吗？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，你什么都干不了。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那都需要大学本科。哎，别，你干什么？你又来了！哎。罗冰冰，
你瞅啥你？一起喝点儿。哎呀呀，999。是不是温柔点拉胯了？哎呀，这真快，就这么给摔着了。罗宾，你先躺会儿行吗？我给你弄点喝的醒醒酒。跟罗琦聊的怎么样？同意我见小安了。等你醒了，咱们再谈好吗？我现在醒着呢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去他那儿了，去找小安去了。人家全大市大爷没让我进。我说我干什么呀？我说我找我孩子。他说孩子谁？我说季小安。他说季小安。我说对，我就把小安的这个身份特征、生日什么全都告诉他。我说你进屋去，你去给我问问。你看他出来跟我说什么？给我笑死了。跟我说没有季小安，我们这儿有罗小安，好笑吧？我后来仔细一想，他把小安姓都给改了，随你姓了，罗小安。姓都给改了，你有女朋友啊？恭喜你啊！谢谢，不客气。喂！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罗琦告诉你的。他罗琦怎么知道的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没想好怎么告诉呀？怎么说呀？哦，就是因为这事儿吧，他生我气，不让我见小安，还把小安姓给改了。因为这个是不是？你说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理解他，他需要时间，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件事。消化可以的消化，但是我妈想孩子了，我也想孩子了，我真的想见小安，真的，罗宾，好久没见小安了。我也赶了。来，乖，躺这儿，躺下。中国结婚的对数558万，离婚的对数185万。过去有一句老话叫"三人行必有我师"，套用现在我们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叫"3对成必有所失"。高手身不露啊！兄弟，看见我刚刚操作没？太帅了！大婶，留步！我都已经校对好了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签，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坑。人家对方公司的法务投诉你说你一直不回电话。关于麦飞担任您姐姐律师的事儿，我想跟您解释。你不用解释。他不是针对您，而是因为我说了不用解释。怎么老不听别人解释呢？
我之所以每天比大家早一点来办公室，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听别人解释上。况且，解释不解决任何问题。我解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矛盾还有误会。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。你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当我的助理，还是因为你的男朋友麦飞在做罗琦的律师而打算退出？我尊重你，无论你决定留下还是退出。您什么时候知道麦飞是我男朋友的？我一直都知道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不退出。OK， 那就请你马上联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麦飞先生，确定一下我们双方的见面时间。好。罗老师，我早就已经跟麦飞约定好了，我们各为其主，绝对不会参入个人的感情。我不知道你们的约定，也不关心，我只看结果。兄弟，看到我刚才操作没有？带吸管何塞叫兄弟，真的骗你小狗，我亲耳听到的，他真管他叫兄弟。你叫何塞叫师兄，人黛西管何塞叫兄弟，那你得叫黛西什么呀？嗯，说什么呢你们？我正跟他说啊，你在何塞办公室正讲到你跟何塞兄弟相称。哎，对了，昨天好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找你啊，我可都帮你打掩护，说你去上厕所了啊。没有肉的，只有素的。谢谢啊。最后连封印都过来找你了，问你去哪儿了。都惊动封印了。我估计啊，是王大奎那边的法务给你扎的针儿。谢谢啊。哎，丽娜没有在座位上，所以我就直接走进来了。丽娜在座位上的时候，你也不是爬进来的，一点也不好笑。幸亏我的职业不是逗你开心。封印昨天到处找你，说你也不接电话，客户也找不到你，你的助理也不在。不用你告诉我。你干嘛呢？工作。可丽娜约好了是今天上午咱们俩谈话呀。谈什么？你忘了？哎，你说要找一个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啊，关于我们俩的关系啊，以及存在的误会，还有未来情感的发展方向。我这些邮件必须要在客户一上班打开电脑就能看见。我从来都是提前完成的。我昨天晚上跟丽娜重新约时间。丽娜不在工位上，那就等她来了以后再约。耿子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忙了，我一会儿还上班呢。罗宾不知道我来找你。他早晚会知道的。季玉如果真想跟你过不去的话，他可以找律师告你。哎，不谈这些了，说点别的吧。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妈妈告诉我的。哦。我跟她说你今晚约了罗宾，罗宾忘了你们的见面地点，不敢问你，怕你生气。然后你妈妈就跟我说不可能啊，今天晚上罗琦要带小安去跳芭蕾舞。我说对啊对啊，罗宾就是要去看小安跳芭蕾舞。我说句真心话，你别介意啊。也许我会介意呢。那我就不说了。我不介意。我介意。
对不起，我们主任还没有到，他让我接待您。别怪我不好，事先没有通知你们。哎，这边请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接电话的。哦，不重要。您这边请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. 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龙科律所吗？是的，请问您哪位？我找一下麦飞律师，请问他来了吗？麦飞律师来了，但是刚走。好，谢谢。何塞叫你去他办公室。为什么让我去啊？你是叫黛西吧？啊？刚才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，他说让黛西来一下。何塞老师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律所的美女兼律师助理兼游戏高手黛西啊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大鹅游戏的创始人马龙。啊，我特别喜欢大鹅的游戏。是吗？啊，哪款？凯旋。必须的。那你们二位玩一局吧。何塞老师，我这边工作还没做。我去跟罗宾说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哎，我正找你呢，你收到校友会的邀请了吗？我不会去的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可去的呢？大家不是在律所碰到，就是在法庭碰到，混得太熟了，以后还怎么为了自己客户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、鱼死网破呢？你是怕碰见蓝红吧？闭嘴！你说你当时跟蓝红那么好，为什么要分手呢？闭嘴！我们当时都觉得你们完全是天生的一对儿。我没有恶意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跟你叙旧，我没时间。不，我是想请你给我帮。如果需要我帮你什么，请直说，别吞吞吐吐的好吗？我听说蓝红的老公他有要收一家游戏公司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哎，我在并购这方面，法律问题我非常的了解，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专家。那我倒是建议你去参加校友会。并且期盼上天能够安排让你邂逅一个某上市公司老板的太太，你去毛遂自荐，告诉他你有这方面的能力，并且他正巧有这方面的需要，或许他会找你。哎，不，你误会我。那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的让我误会你呢？是这样啊，我呢，有可能很快要做一家游戏公司的法律顾问，而这家公司呢，有可能被别人收购，但是在这众多的打算收购这家游戏公司的公司当中呢，有一家上市公司，这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呢，恰好是蓝红的老公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在不久的将来，有可能会跟蓝红老公的公司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。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啊，你我之间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丝丝的矛盾。何塞，你听好。再有矛盾，我也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去说你不好。你承认咱们之间有矛盾了，你终于承认咱们俩之间有矛盾了。但是没关系啊，有矛盾没关系，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矛盾嘛。大哥，我的重点是，我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说你不好，我并没有谈我们俩有没有矛盾。不，那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呢？出去，这个话题不再谈了。你找丽娜约我的时间，她没有在位置上。我说过了，那就等她来了再约。哎，你说最近有点奇怪啊，昨天你消失，今天她消失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！哎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没有要偷看，我只是想离你再近点。我能听得见，我怕别人听见。怕别人听见的话，
我奉劝你压根儿就不要说出口。你看哈，是这样的，你看上学的时候，我跟蓝红之间关系一般，是吗？你这么理解啊？那你的理解力真的从小的时候就严重出现了问题。你们俩关系不是一般，你们俩是相互鄙视。我早就看透了他了，对不对？我当时我就反对你们俩，但是你没有听我的建议。我庆幸没有听你的建议。所以啊，你没有听我的建议，所以造成了你这段失败的爱情。如果我听了你的建议，我现在也和你一样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。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情。什么叫爱情？爱情属于所有人，但是爱情分真爱和假爱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忠贞不渝，这才叫真爱。你的意思是从一而终？不，我说的是忠贞不渝。那如果两个人接触了一段之后才发现并不合适呢？那他们就不是真爱。哎，像你跟蓝红之间，那就不叫真爱。按照你的逻辑，真爱只有一次。对。那如果说你真爱这个人，他不幸离世了，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生他不再接受其他人了呢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明明你刚才说的真爱只有一次。不，我的意思是哈，如果一个人他同时爱上了很多人啊，那他这就不叫真爱。但是一个人爱上了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消失了，比如说离世了，那么这个人当然可以再去追求他新的爱情，不然的话，那就是泯灭人性了。那你就不应该说真爱只有一次，应该说真爱是一次只能爱一个，爱几次就应该有几次真爱。对，你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？爱情。我没听错吧？你们为什么要讨论你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儿呢？你们既不懂，又不擅长。他为什么说我们既不懂又不擅长？他说的是你。我找黛西。黛西她没有在工位。她去哪儿了？我知道她去哪儿了，我去帮你叫她啊。资料室。百谢，罗宾找你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撤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我离婚的时候扔你家2箱东西，你没给扔了吧？在衣帽间有一个大箱子，上面贴着你的名字。机遇找着了，行，挂了啊。哎，不好看。白金红的专利已经申请了下来，你马上跟麦琪联系一下，约定去法院的立案时间。好，诉讼材料准备的怎么样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喂，白金红的专利已经申请了下来，你马上跟麦琪联系一下，约定去法院的立案时间。好，诉讼材料准备的怎么样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喂，你又怎么了？说话。我给罗琦打电话了，他接了，
然后跟我说你有什么事去找我律师去，然后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就不接，我打了很多遍他都不接。罗宾，你告诉我，你觉得罗琦他能这么对我吗？我要见到他，我要见到小安，我需要见到他们。是，他是不能这么对待你。你先冷静听我说，你会见到他，见到孩子，我向你保证。你先冷静。我冷静不了，我冷静不了，我听不了你说，我冷静不了，冷静不了。我要见到小安。好，你先收拾好你自己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你约了麦飞了吗？我给他打了电话，他没接。打了几个？什么时间打的？我今天早上一来就打了。哦，我已经跟他们前台说好了，让他给我回电话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一直在何塞办公室。你为什么要在何塞办公室？是他找的我，他来了一个游戏客户，让我陪客户玩游戏。他让你陪客户玩游戏，还玩了一上午。我总不能当面拒绝他吧？废话。那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。那就让他暴跳如雷好了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游戏客户。他想拿下，就让他自己去拿。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留在他办公室陪他玩游戏。因为我不想跟他闹太僵。他前段时间一直揪着我要我简历来着。那好，我问你，如果他以后让你去陪酒呢？去陪其他的呢？你都陪吗？如果不答应，一样会闹僵的，一样的。喂，你跟罗琦约的几点？正在约。他不同意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到我办公室来，我把他也约来。就这样。你现在就去找麦飞。好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。不是打电话，是去他律所找，让他下午无论如何说服罗琦来我办公室。啊，那我直接去找罗琦就行了。你听我的好不好？我可以跟他沟通的。他不会信任你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又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。一个人信任不信任一个人，不取决于他是否伤害过他，而取决于他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。即使我站在你这一边，也不代表我会出卖他的利益吧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来进行辩论。是这样的，罗琦他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助理，但他还是很信任我，什么都跟我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很多事情他不跟我说，却跟你说呢？是不是他觉得你会反对他？他跟我说是因为我不认识季宇啊？这是办公室，不是聊天室。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儿？去啊！哎，您好，我约一下麦飞律师，谢谢。啊，好的，请稍后。找麦飞？啊，您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先生的助理。罗宾先生想让我跟麦飞先生约一下时间。廖主任，常。找你的。对不起，麻烦您跟罗宾律师说一声，我今天临时有事，不能跟他见面了，谢谢。麦飞律师今天真的是有事情，所以取消预约也是正常的。对不起，可是我们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。麦飞律师，无论如何，今天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们约一下罗琦。好，我尽量。好，那我们在律所等你，无论到几点，辛苦了。这小姑娘还挺有股劲儿啊，怪不得罗宾喜欢她。哦，我打听过了，他们只是工作关系。跟谁打听的呀？打听那人要不就是没把你当朋友，要不就是眼瞎了。哎，肖凯丽走了吗？哦，您要早点回来就见到他了。说服他了吗？咱们是长盛的法律顾问，她是长盛的女朋友。王慧珠不但是长盛的前妻，也是长盛公司的股东之一。他搞王慧珠来找咱们，那是不是找错门了？你可不能跟他这么说。哦，我没说，我劝了半天，算是劝住了。但能不能让长盛跟王慧珠说说呀？别在网上骂了，就算骂也别骂那么难听啊。长盛这人我了解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他就希望咱们能把这个事情给他按下去。
所以我一早就去找王慧珠，跟她好说歹说，说的口干舌燥。她说告吧，随便告，大不了输了赔钱。不是赔钱的事儿，还得赔礼道歉，公开的。是，所以我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最后她答应了，把之前的微博都给删了，再也不指名道姓的骂人了。你以后不许再让黛西陪你的客户打游戏。是他愿意的。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你都不能直接找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罗宾的助理，你要找他必须要通过罗宾的同意。不，罗宾也可以用我的助理啊。你再说一遍。是这样的，琳娜，律所对全体实习生的归口管理是在我这儿的，罗宾的除外。封印没这么跟我说呀？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去把封印叫来，让他亲口跟你说？这个是罗宾找实习生的先决条件，任何人都不许管罗宾的任何事。麦飞说他尽量。什么叫尽量？我要确定的时间，去把时间给他敲死。嗯。主任，哎，我跟你谈两句。快去啊！好。昨天干嘛去了？我出庭啊，接不了电话，我解释过了。那你助理呢？我批评他了，他电话摔坏了，拿去修了。人事部门说了啊，他到现在也没有填入职表。他还是实习期呢，那也应该填实习登记表。填过了。填的什么呀？姓名、性别、电话还有住址。我估计那住址都是临时租的。老大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是相信你，但是你要让我清楚，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。行，那我改天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尽职调查。我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我也是认真的，从小学查起，不，幼儿园。你最近没什么事儿吧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？真没有。刚才我从何塞的办公室经过，他在里边大骂范小天。你认为这事跟我有关系？对，确实有点关系。他居然叫着我的助理跑去他办公室玩游戏，他也是为了工作。老大，这您都知道？我一直以为你每天坐在办公室，没想到您足不出户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行了，我这耳朵都听着发热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喂，长生总。你怎么越调解事越大呢？我找了慧珠聊了，她答应的好好的。对，你跟她说，她要是指名道姓的骂肖凯丽，骂对了，人家可以告她侵犯隐私权；骂错了，人家可以告她诽谤，侵犯名誉权。是啊，我逼着她把之前的微博都删了，她也答应了我，再不写类似的东西了。对，她更变本加厉了，直接写绿茶 X 小姐，谁都能看出来。X 就是肖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嘛。我马上去找慧珠，马上跟她沟通。长胜总，你千万别着急啊。完了，回头我马上跟您汇报。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我去找王慧珠，肖凯丽要是闹过来，你就跟她说，我们正在解决。那他要是让咱们给他维权呢？你就跟他说不要告，告不解决问题。那他要是非告不可呢？那他只能找其他的律所，咱做不了他的律师。我就说利益冲突。你就尽量跟他说不要告，告也告不赢。凯丽，你听我说，大家各退一步就没事了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行，那你先来吧。找麦飞律师。
你千万别告诉肖凯丽我去找王慧珠了。哦，我就说您去见客户了，马上回来。他可能要让你给他写一个律师声明。咱不能写啊，程程一定会急的呀。所以你就尽量说服他，谣言止于智者，清者自清。哎，你好，又找你的，我先走了啊。主任您慢点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生怕别人不怀疑咱俩呀？罗宾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我这儿都快乱套了。你今天可是跟罗宾约好了，要跟我们聊探望权的事儿。好，你这样，你们下午过来吧，我下午都在律所，随时过来，行吧？嗯，好。我走了啊。嗯。麦飞说他今天都在律所，我们随时过去就可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座位。梁红，你自己也是律师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。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认真想一想，不能马上答复你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？我们真的很急。我们指谁？你跟你丈夫？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？他知道我前面有过男朋友，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是你。我也没跟他说过。他也没问过我呀。那你们怎么就决定要请我来做你们的诉讼代理人呢？因为他四处打听谁是这方面最好的律师，大家都跟他推荐你。他本来是亲自要来找你的，但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学，又是曾经的同事。没错，那时候他是丰印的客户，我们是丰印团队的成员。你可以让他继续找丰印。丰印老了，全怕少壮，你是少壮派。我接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面对你丈夫。哎，没事儿，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。我没那么开阔。你不了解他。我不需要了解他。他要是认准了你，他认准了我，我就要接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他要是认准了你，就会一直找你，甚至会亲自来找你。那我就亲自拒绝。为什么呀？难道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没放下我吗？官司有输赢，我怕万一输了，你们会认为我在蓄意报复。可是你从来没输过。那不代表以后不会输。行，输了我们就认。我认不了。那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接呢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大气？是蓝红吧？有一个成语叫明知故问。他来找罗宾干什么呀？还有一个成语，叫守口如瓶。我知道啊，她老公啊让人给告了。重温第一个成语，明知故问。那你说，这罗宾他会接吗？重温一下第二个成语，守口如瓶。先生，你好，我叫季玉，是罗宾的朋友，跟他约好了。您先稍等一下，我先给罗宾律师打个电话，确认他在不在办公室。他在，通过电话。您先稍等一下，我得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喂，先在这坐一会儿。丽娜姐，前台有个人要找罗宾先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
放这儿啊。真的麻烦您先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哎呦，真的好麻烦，我不行。谢谢。嗯，请。谢谢啊，好久不见。确实好久不见，这么长时间都忙什么呢？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就说什么都没忙就行。可是我确实有事情在忙。忙点也挺好，比闲着强。我不喜欢忙。季先生到了。你叫黛西过来吧。嗯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跟季玉有些事情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拜托。走了啊。他是谁啊？你猜？前女友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蒙的。哼，俩人还联系着呢。并没有。你有多久没见他，我就有多久没见他。那他干嘛找你啊？跟你一样，也要探望权，他也离了。你的脑回路也是清奇的很。是你说的，我跟他是一样的。我说的跟你一样的意思是，你们都遇到了法律问题，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。他可以去找别的律师，不是偏得找你。说你的事儿。刚果又来一个。你马上联系一下麦飞，我们现在过去。不用联系了，他都在，我们随时过去就行。介绍一下，季玉。你好。黛西，我的助理。助理。就是你吧？啊，给罗琦出了馊主意，不让我见小安，还要终止我的探望权，是不是？我当时不认识您。这跟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做。你还想不想见小安？我想。那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，他损招多着呢。你不让我见我的孩子，你能落什么好啊？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，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干它干嘛？季玉，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你的事儿我真的不管了。我只是不太理解，有什么不理解的呢？他不认识你，也不了解你。罗琦跟他说你十恶不赦，他就信了。罗琦跟他说我十恶不赦是吗？罗琦跟他说的。我来点个外卖。不是要去见罗琦跟他律师吗？是啊，在哪儿啊？在人家律所。那你订什么外卖呀？我是看你并没有想去见的意思。不是，我就是说是我不太理解，仅此而已嘛。如果把你不理解的事儿说的让你理解了，得办个培训班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。得理解了，现在，就按你们说的做，反正能把探望权解决了就成。那我们走啊。请起。麦飞律师马上就过来了，各位在这里稍作休息哈。谢谢，没关系。季先生，您先坐。你又等着，那底下也等，上来也等，那我干嘛不在你屋里等？好的，你稍等。又怎么了？法院来电话了。好，我去接个电话，马上回来。他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吧？你看，他正在接电话呢。那个？对，那个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
这等多久了啊？懂不懂尊重人啊？他侮辱我，诽谤我，哎，我为什么不能告他？你是什么顾问啊？长盛还付你钱呢，你什么律师啊？你懂律师吗？你凭什么呀？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？别着急。你哪位啊？大律师罗宾从来都没有输过，留下全景律所的合伙人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有人写了一篇文章，在网上传得到处都是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，包括熟悉我的人，都知道说的是我，我能告他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人家大律师都确定了，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告？你怎么做律师的？我是对您负责任，告有可能赢，也有可能输。人家也没指名道姓，是您自己对号入座，这样很有可能输的。那就任凭他泼我污水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怎么做律师的？肖律师，那你就再泼回去嘛。他指桑骂槐，你就含沙射影。当然不可以，别人告你怎么办？那我就说我没骂你，是你自己减骂，法院还管减骂的事儿？还真管，有这种案例啊。依据？你凭什么告我？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性判断规则。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，我觉得吧，那个影射型指向言论说的就是我这事儿啊。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啊，罗琦刚给我发微信说他今天可能不过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要不你们去刚才那会议室再等我一下，我这边还有客户。等一下你忙完到19层来找我。好，我们走。我不走，刚才就在你办公室等着，上了在那儿会议室还是等着，现在又回你19层等着，我们为什么要等着？实在抱歉，我现在还有客户。不就是一点小事吗？我就想见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不能见？为什么处理不了啊？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呀？事实上是罗琦不同意你见孩子，是罗琦不同意调解。我正在努力做他的工作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些时间好吗？给不了，没时间。你们是怎样？要是您是这个态度的话，原因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做他工作了。我什么态度呀？他没必要做工作了，你做什么工作了？怎么做的工作？人你都没给我做了，你做什么工作了？季玉，我们直接去找罗琦，走了。我再说一句啊，就这家伙，你找他打官司，放弃这个希望啊！不要找他，太次了，一点小事给你弄得特别麻烦，特别烦人，然后他收你特别多的钱，证明他特别的重要，你特别重要。对不起，我们坐下说。刚才那个律师说的什么影射性言论，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，您男朋友长盛是我们的客户，所以说平时您有什么任何事情、任何问题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解决。但如果说您执意要告王慧珠女士的话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接受您的委托。为什么？因为王慧珠是长盛的前妻，他们俩共同创立了长盛慧珠集团，王慧珠至今是集团的股东。然后呢？您执意要告集团的股东，我们是集团的法律顾问，按照利益冲突原则来讲，我们不可能接受您的委托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因为我们一直在接受长盛的委托，想方设法说服您和王女士和解。我们在做您的工作，同时我们也在做王女士的工作。奇了怪了，原来从一开始你不让我告他，就因为你站在他那边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肖女士，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啊？我会把我什么东西我都告诉你，话不能这么说。站他那边什么？你女朋友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？那小安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？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？我女朋友你应该认识呀。谁呀？蓉蓉。蓉蓉啊，你跟蓝红分开之后，你姐不是给你介绍过女朋友吗？什么叫介绍过？是太介绍过了。什么网友、驴友，甚至刚认识的，乱介绍，烦死了。哼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新女朋友不会跟罗琦有关系吧？闺蜜、仇敌？我没你想的那么庸俗，只是他给你介绍过。哎呀，给我介绍过？对，罗琦把蓉蓉给你介绍过。你刚才说那女孩叫什么名字？蓉蓉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蓉蓉啊。可是我怎么对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根本没印象？你没见她？难怪呢。我说我怎么会不记得人家的名字？就那天我跟罗琦陪着她等你一下午，你也没出现啊。那天是哪天？
2009年，2009年，2009年你们俩就好上了。那时候你应该是我姐夫吧？不是，你的脑回路也很清晰。我跟他之后就没有见过，最后一次见面是半年前在机场，航班延误了，我们被困在那儿，那碰着就聊2句呗，而且说的都是你，我一直在给他道歉。航空延误应该是航空公司道歉吧？为你相亲没去道歉，明白吗？那天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呀，很尴尬的。不可能，我不接电话说明我在工作，我不方便接电话。是因为她是何塞的表妹。她是何塞的表妹，还是亲的？何塞知道吗？知道什么呀？知道你放他亲表妹的鸽子？回去问问蓉蓉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这事过去很久了，他不在乎，我也不在乎，你也不必太在乎。好，这事情我们不再说了。嗨，嗨，啊，我跟何塞有事儿，你先回去。拜拜，常来。哎，拜。你先坐一下，我送一送。不急不急，你忙你的。何塞知道你跟他表妹的关系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蓉蓉嘱咐过我，别跟任何人说。按道理，你我都不应该告诉。他未婚你离异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蓉蓉这人比较谨慎，要不就是怕罗琦生气吧。罗琦是怎么认识蓉蓉的？在你们公司还是律所的年会上，我没关心过这事儿。要不你回去问问罗琦，不行，我现在问问蓉蓉也是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就是随便那么一问。罗宾，要不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去找罗琦，亲自跟他说成吗？你不要着急，稍安勿躁，一定会解决的。再多问一句，罗琦知道你的女朋友是蓉蓉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，我又没跟他说过。他知道这事儿不更炸了？那小安见过蓉蓉吗？在我妈那儿好像见过一次，我当时也不在。我问我妈。别，我也就这么一问。电梯来了。不是，我主要就是怕他被他那个律师给挑唆了。刚才23楼的律师，你看，我懂。不是以前挺好的，我每周都能见小安一次，现在突然不让见了，说什么去旅行啊，在国外，我还真就信了。我说了，稍安勿躁，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我。不，我还是不放心你。你说了交给你了，可以吗？交给我，放心回去吧。我真相信你啊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我相信你。罗老师，明天立案的材料哦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我刚才给罗琦姐打了个电话，他怎么说？我就问他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，他说最近估计都没有时间可以见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问题总归要解决啊。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？您之前不是跟我说我不用事事都跟您汇报的吗？我懂了，罗老师，我现在就打算到龙科律所去找罗琦女士的律师好好聊一下，可以吗？你不用事事向我汇报。坐。哎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完全可以理解啊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马龙，
很快就要跟我们签约了。好啊，恭喜你，又签到了一个大客户。哎，不，还没有签到，没有签到，只是意向。啊，有件事儿啊，我必须要得到你的许可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呢，明天借用一下黛西。干嘛？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不，我重新组织语言啊！你不要误会这事儿。我没有误会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真的，我并没有误会。眼睛，啊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你的眼睛告诉了我你误会了。事实是，你刚才只说了一句，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。对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印象深刻。我也是这么理解的，字面意思印象深刻。那就好。坐。这个马龙啊，你不了解他。哦，确实不了解。他呢，他很挑剔，而且很难讨好的一个人。你们俩很相似。我跟他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很相近。对，他是挑剔，我是严谨。我同意。马龙呢，始终认为他的律师应该是一个懂游戏的人，不光是懂游戏，还要是一个游戏高手。我就为了他啊，我在游戏上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但是呢，我的游戏造诣始终离他的要求吧，还差那么一段距离。可是黛西呢，黛西她是个游戏高手啊，所以我就想明天我带着她一起去。这样，你就跟黛西说，我同意了，但是她自己愿意不愿意，我也不能强迫她。另外就是时间问题，明天她要拿着这些材料到法院去立案。不，立案谁去都可以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自己陪着客户去立案？不，干嘛？我让我的助理去啊。他对知识产权这块并不是太熟。正忙，这是他的专业。他的博士导师曾经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》。正忙，拿着去立案。明天立什么案呀？自己看啊，材料都在这儿呢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，问黛西，或者是问罗律。去吧。去呀！何不？搞定了。可是何律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们实习的时候，枫叶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。如果一个助理连到法院去立个案都搞不定，那他就不要干这行了。可是现在黛西不在，只要你同意了就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配合的，我会麻烦你。我不会嫌麻烦。谢谢。谢谢。你真有什么事要麻烦我吗？暂时没有。我不承诺帮法律框架之外的忙。那当然。谢谢。丽娜，你跟黛西说啊，说我找她，是罗宾让我找她。她回来之后，赶紧去我办公室，或者给我打电话也可以啊，一定一定。对，我同意的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我是说你跟何塞。很明显吗？太明显了，除非我眼瞎。我只是听从了你的建议而已。哪一条？友善。你说何塞是个好人，我们俩应该彼此友善。一定有别的原因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何塞的表妹是季玉的未婚妻。
何塞应该还不知道啊。他早晚会知道的。他跟他表妹的关系好吗？他反正知道你姐姐要把他表妹介绍给你，结果你没有去见，这也是你们俩关系微妙的原因之一。蓉蓉当时本来是想让我介绍你给他当男朋友，结果我拒绝了，所以他才找到罗琦。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知道，他一开始找的是何塞，何塞把他推给了我。哎，到底是罗琦不愿意来呢，还是你不让他来啊？那是你自己想问我，还是罗宾长来问我？我是主动请缨的。那你是以罗宾助理的身份来问我，还是以我女朋友身份主动找我闲聊天呀？我提醒你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律所呢，虽然不是哪里都是监控，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知道。你好。你好，罗宾现在正好有事儿，来，你们先到这边等一下。哎，先到这边等一下。哎，他说的很多东西不符实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我需要和您谈几分钟。不好意思，我有客户，请你到隔壁的会议室等一下。我只需要1分钟，我现在就可以说。你打断了我们。我是罗琦的律师，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如果说您的朋友季宇先生想见他的孩子，那就去法院告我们吧。我们法院见。哎，喂，实在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我应该把他拦住，是我不好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不好意思被打断了，您继续说。我以前在书本上见过“处事不惊”这句成语，没想到这次真的是见到本人了。谢谢您的夸奖。你还要给这种人工作，还要给这种人当助理吗？不是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别再替他辩护了。我没有辩护，我这是辩解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任小年当初是我们的客户，后来成为了你们的客户，我们不也没有说什么吗？任小年是你们先激怒了任小年，所以任小年才来找的我们呀。即使我们不接，他也会找其他律师、其他律所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肖凯丽之所以不找你们找我们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。肖凯丽想要的不见得是符合他利益的呀。当初任小年之所以选择你们，也就是因为我们给的专业意见和他想要的不一致啊。任小年和肖凯丽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任小年是和你们解约以后才来找的我。你说的太对了，解约。任小年好歹和我们还有约呢，可是肖凯丽呢，跟你们压根儿就没有约。所以罗宾才可耻啊！他是在我们律所认识的肖凯丽，是在我们律所我们的地盘上，这叫什么呀？不择手段，唯利是图。麦飞，你冷静一下。罗宾他不是这种人，你肯定误会他了。他是哪种人，不是哪种人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好。如果罗宾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的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，那么他当初就不可能会为了我去跟任小年翻脸了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真的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传你们吗？怎么传？说你们的关系很特殊，说罗宾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跟他的客户翻脸过，你是唯一一个。那要是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，我觉得都交给你了。太谢谢了，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。哪里？应该的。那您费心，好吗？好，拜拜，谢谢啊。拜拜。拜拜。罗老师，我会找时间和麦飞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您的为人。我看你是太闲。去资料室查一下影射型侵权原令的相关资料。喂。我问我妈跟小安说什么，我妈这急了，给罗琦打电话，俩人就说急了，然后我妈就说要告罗琦。告诉你妈千万别冲动，我是律师，你要相信我。